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欧。今天塔罗帮你看的题目是，要给你祝福的能量。在解读前，记得订阅本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选到第一组的人，我们来看看你的幸运的事以及这个能量状态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所有的牌。那首先，我们有看到这个 feeling and form， 以及 determination。这是一个感觉越来越确定，或是你的想法越来越清楚的一个状况。那这个是我们看到这里牌上面的这个月亮，这代表你经历了一个循环，你花了一点时间，或是你，比如说你可能在跟人家相处，或是体会，就是总之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了一些事情。我们看到这个决心，我觉得这边有一个决定，一个确定，或者是一个评估一些选择之后，我们清楚了、了解了。所以第一组的人，其实你只要确定好你的选择，你做好决定去做，那么你的想法，或是你说你的计划，或是说你的各个什么样的，怎么说，你的行动就会实现，或是就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。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有死神牌，死神代表是一个蜕变，代表是一个更新。所以现在的你跟以前的你不一样了，现在的你是越来越稳定，或者是说你的状态是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懂得自己的价值，越来越清楚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。从这个牌面来看，第一组的人，你们其实更确定的是一个比较长远的，或是你心里面有一个底，有一个人生方向的感觉，所以就照着你的那个内心的一个声音，或者是说照着你的这个一个目标，慢慢的一步一步向前进。从这个钱币4来看，它是一个保守，我们就是说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进嘛。我们现在有多少的资源，我们好好的去运用，发挥出它的最大价值，不要急着马上想要快速的成功，快速的到达目标。很多事情它是需要时间去经营，需要或是说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需要时间，需要情感去累积，需要对话等等，这样我们才能有更深的一个连接，一个感觉。好，所以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新的开始的阶段。那新的开始能够做的就是持续的投入，因为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钱币1，其实钱币1在这里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新的计划，新的开始。可是这个新的状态，它是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，或是透过一点一滴的累积所换来的一个成功，或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理想。所以这当中是有很多的准备的。而钱币也代表是一个比较真实，说一个真实的状态，或者是说我们有了很多的，或是说接地，我们更清楚了解自己的状况。而他在这个死神的旁边，我想他更有一种更确立自己，我就是要这样子，这就是我想做的，这个就是我现在的一个中心的思想。那看到的是钱币2，钱币2带来的是一个波动起伏，可能是一个财务上的流动，或者是一种我们现在好像要做一些资源上的运用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会有一点点不稳定。可是这个不稳定，只要是你计划好的，不是那种好像突发状况，那么它在之后都可以有一些回馈，或者是说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成绩，所以这是短期的，不用太过于担心。只要我们是照着自己的步调，只要是我们还是照着我们此刻还是在自己的这个
在自己这个轨道上面，那么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第一组的人，其实你们具备了很好的能量，或者是说实现你的理想，或是实践你的想法的一个能量。所以你们只要稳定的投入，有着明确的目标，有着规划好的计划好的这个步骤，一步一步向前走，我相信你们就可以达到你们的这个目的地。好，那祝福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理想。好，以上是第一组的解读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本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选到第二组的人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幸运的事情，以及这个幸运的能量。好，我们看到牌面上，神谕卡是期望以及 nurturing。感觉起来你们对于自己有一个很高的，你心里面有一个目标，或者是说一个标准，但是你可能要想一下，你是不是太过努力了，在这个时候，或是冲太快了，你是不是应该稍微停下来休息一下呢？这时候的能量呢，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战车牌的代表是一个向前冲，获得胜利，到达目的地。可是，在到达目的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的内心的这个稳定度其实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的内心从这边看起来，有可能你这个时候你的起伏是非常的大的。虽然你知道你要达到这个标准，或是你因为这个标准而开始觉得压力有点大，开始感受到一种负担，或是开始感受到一种你不得不做好这件事情。所以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期望越高，你的内心也越来越没有办法轻松。明明是可以轻松做的事情，却让你感受到一种好像被束缚住了，好像一种不自在的感觉。所以这个你可能要去看一下，是不是应该去留给自己一些时间，是可以放松，不要排这么多的事情。对，要重新去分配一下，不管是你的工作也好，或是说你跟人相处的这个进展、这个发展也好，都要好好的去重新评估一下。因为你的内心状态，我看到下面是女祭司，这也反映的你的潜意识，可能你最近睡不好，很容易做梦，或者说情绪的感受力其实是变得非常强。那当然，他在提醒着你，需要休息，或者是需要注意这些讯号，或者是你要开始学着好好照顾自己。那当然也有可能一部分是借由这个讯号，不管它是讯息或是一种情绪情感，来给你一些提示，给你一些指引，给你一些，也许它是一个警告，或者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，你可以持续前进。所以这是一个你的连结度，你的共感，你的情绪情感。这个内在的东西，流动很快速，或者是说这阵子比较频繁的发生，所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你内在的这个情绪状况，了解一下你是不是要稍微疗愈自己呢，或是要让自己放松一下呢？或是要吃得好一点呢？因为这个 nurturing 它代表的是我们的更深层的东西。什么样的东西更需要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真的稳定，即便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，可是或是说有一个混乱，或者是说你很忙的状态，但是你依然可以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方式，这个很重要的。
而这边看到的宝剑七，宝剑七代表的是一个秘密的一个计划，或者是说你心里面有一些想法，在这边看起来应该是有一些讯息要出来了，可是你还没有感受到，所以我想当它出现的时候，会是一个蛮重要的讯息讯号，有可能有可能你的周遭发生了什么事，要告诉你哦，你应该要选 A，而不是选 B 这样的一个感觉，所以要持续的去关注一个讯号。这个讯号它不一定是，它可以是内在的，可以是抽象的，但是它也可能是外显的。比如说，平常可能没有这么多的冲突，可是怎么最近这个事情变多了？或是说这个状况变多了，那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哦，有一些东西在变化了，他在给你讯息，而你需要接收到这个讯息。而宝剑皇后呢，在这边，宝剑皇后的出现都会给我是一种你需要，它是一种很清楚的一个直觉。连接到我们的内心，连接到我们的内在，所以它一样跟疗愈有关。所以它可以是倾听别人的声音，也可以是倾听自己的声音。我们看到这样子的这几张牌所带出来的感觉，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关注，需要连接这些我们平常比较少注意到的这个讯息，然后给他一个出口，给他一个方法，让他可以去释放、去清理、去做一个表达。总之就是不要忽略它，因为忽略它的话，就变成是一种压抑，变成是一种它就会或是说一种累积，那它一样会是不舒服的状态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不要忽略这些不舒服。这些讯号都是很有用的，它是一个推力，只是唯一需要注意的，就刚刚说的，对，不要给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或者是说轻松做，你就可以自然发挥，不要说非成功不可。成功是要成功没错，可是你应该要知道的是照着自己的步调，因为你已经具备这样的实力，具备这样子的能力。好，希望你可以感受到这样子的一股能量，或是说你是否有感受到自己的状态，那就好好的去调整一下吧。好，以上是第2组的解读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也记得按赞、订阅本频道。选到第3组的人，我们来看一下要给你什么样的幸运的能量。好，选到第3组的人，我觉得这一组应该会是我讲的最快的一组，因为此刻的你们已经有想法了。我看到这个圣杯1、魔法师以及这张牌 I'm Presence， 所以你只要就是说在这个当下嘛，或是说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，那么就是这样，就是照着你的想法去做，你能够获得，比如说情感上的满足，你能够获得实质上的满足，或者是你能够做出你想要的东西，或是在合作上也可以蛮愉快的。所以这一组的人，其实你们这时候算是能量大爆发了，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。那当然你要跟自己连接的很明确嘛，因为 abundance 丰盛，所以有连接到一种丰盛的感觉，或是希望借由这个牌组给你们丰盛的能量去感受一下，什么样的事情，或是说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一个情境，让你是很有这种内在是一种满足感的。对，要重视自己，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价值也好，有这样子的能力。总之，我们只要连接到这些东西，
我们就可以去把它发挥出来。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肯定自我、接纳自我的一个练习。你必须要去看到自己好的这一面。好，那这边的这个钱币8，它代表的是一个专注，所以我们只要专注好在现在的状态，或者是巩固好我们现在的一个磁场也好，现在的一个也许是情绪的一个能量，或者是说物质上的一个能量，或是我们空间上的一个磁场，我们都可以把它维持得很好，都是这样子的，维持还不错的一个频率的话，我相信你在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得心应手，都可以很有效率。所以不管是在你的工作上，或者说财运上，你的计划的一个执行，或者是在这个合作上，在这个情感关系上，或是我们想要发展一段新的关系，认识新的人，我也可以好好的聊，好好的分享彼此啊，或者是有一个不错的交流。我觉得这就是你要什么有什么的一个状态。那就刚刚说的，只要连接好自己的这个丰盛，连接好自己的能量、自己的频率，我想这一切就会自然的发生。它不是一个幻想，而是我们必须要巩固好这些东西，那它就会自然的。当你在做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受到，它确实是有在进行，或者是说，我们好像真诚的，或是说我们确实真实的表达自己的状态、一个感受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感受到一个正向的回馈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希望第3组的人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，这样子的一个磁场去运作这一切。好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那记得按赞、订阅本频道。就到这边，拜拜。